你认为漫威最废柴的超级英雄可以菜到什么地步？正所谓强者处处都是惊喜，弱者处处都是惊吓。每天看屌爆的超级英雄拯救世界，时间久了难免审美疲劳。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那些官方盖章的超级废柴英雄都能菜到什么地步吧。我们首先从最重量级的开始，遍览漫威英雄池，最菜的英雄出自 X 战警。至于为什么能如此确定，因为这位大神的个人漫画名字就叫史上最废 X 战警，所以正如字面意思所言，他就是官方盖章的最菜超级英雄自爆侠比利。光看这个名字就不难看出他的特殊能力就是折腾自己，但不同于其他伤敌800自损1000的招数，他的自爆是货真价实的自爆，不管有没有干掉别人，但自己肯定是挂定了。所以严格来说，应该算不管伤敌多少，自己先损1万。其他英雄能力再废，起码很难真的让自己陷入生命危险。而比利唯一能决定的，恐怕也就是哪天把自己送走了。一切还要追溯到比利的学生时代。作为一个标准的美式精神小伙，一直以来都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基本方针。他尝试过很多项目，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自古虎父无犬子，比利觉得肯定是因为自家犬父没给自己遗传什么优秀特长。然而他错了，这天他的犬父斗胆将他叫了出来，和母亲一起向他宣布出柜。还没等比利误会自己乱入了什么 LGBT 家庭，两人又补充道，他俩都是变种人。由于变种人可以遗传，所以比利也有很大的几率是变种人。这让这个日子基本靠混，特长几乎为零的愣头青非常兴奋。自己告别平庸的日子终于来了，但很显然他忽视了一个问题，虽然孩子的能力不会直接遗传父母，但有个词叫基础，而比利的基础显然不太好，因为他父母的超能力分别是看谁都是骨头架子的 X 光射线和画风非常家常的在胸口煎蛋。光看这俩融合材料，就感觉最后合出的超能力绝对不一般。但是比利并不在乎，废柴如自己，就算能力差，又能差到哪儿去呢？哪怕只是0+1=1，那他也是赚了。于是父母安排他去变种人学校找 X 战警野兽做个体检，而体检结果就是证明了比利不光是个超级废柴，还是个超级倒霉蛋。他的超能力就是可以通过一系列以比利的受教育水平完全无法理解的原理来控制自己进行自爆。其实纵观漫威这么多超能力，倒不是没有类似的，比如著名反派消化人就是可以把自己变成活体炸弹，但是在爆炸后他会变成一个有意识但无实体的形态，直到身体完全重组。而比利的能力就不存在这样的烦恼，因为他炸了就是炸了，可以当场宣布死亡，无法复原。如果说这个超能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可能就是他让比利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带爆炸物进出机场还不怕被安检查到的大佬。但很显然，机场安检之王这种头衔不是比利期待的0+1=1，自爆这种能力算他减1都是高估了。但比利同时也低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带来这废柴能力的倒霉运气。因为他和父母出门后，刚想进行一轮展现亲子温情的对话，回头就发现他的父母被一台突然出现的巨型机器人踩成了肉酱。虽然 X 战警们及时赶到，一边骂娘一边干掉了机器人，但比利也成了孤儿。虽然没有强大的超能力，但是起码在这一刻，他父母双亡这个层面上，他成功和大部分超级英雄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超级废物的超能力以及超级背的运气，如此得天独厚的天赋加成下，比利成功在变种人学校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他从一个随处可见的废柴学生变成了一无是处的废柴变种人，至少在稀有度上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而倒霉催的运气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他先是惹上了一个神经病，被告上了法庭，交了一笔罚款，接着又被模型女强吻拍照，威胁他干掉 X 教授。很显然，万磁王这边是完全不了解比利到底是怎样逆天的存在，估计他们还以为自己弄到了一个好用的棋子。不过很快比利就用实际行动让万磁王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他非但没有刺杀 X 教授，反而还因为和队友查理兹吵架被 X 教授喊过去训话。在 X 教授精湛的嘴炮技艺下，比利折服了，坦白了自己被万磁王利用的事情。
按照正常发展，想必接下来就是比利飘零半生，为逢明主，攻若不弃，比利愿败为义父的父慈子孝剧情了。然而不得不说 ，X 教授这老秃子也是个热门抢手货，惦记他性命的不止万磁王一个。一起来接受嘴遁洗礼的理查兹，趁比利煽情的时候，用自己点石成金的超能力，把 X 教授的内脏变成了黄金。X 教授祖。很难不怀疑 X 教授是不是也被比利的超级倒霉蛋光环影响，才落了个这么滑稽的死相。但总之，理查兹取代了 X 教授，自封理查兹大帝，招呼变种人们解放天性，建立了一个变种人才是人上人的暴力社会。而比利这种变种人里的废柴也再次实现了产品迭代，混了几十年日子以后，成了一个中年危机废柴变种人。结果有一天，他收到了理查兹的邀请，去参加他的生日宴会。宴会上遇到了不少当年变种人学院的老同学，人比人酸死人，大家都混得风生水起。相比之下，比利胡子拉碴，邋里邋遢，要票子没票子，要妹子没妹子。比利越发觉得自己改变现状的最好方法，可能是尽早投胎，那样起码下辈子不用和这帮人竞争了。所以最后比利决定跟这个操蛋的世界说拜拜，早安晚安，不如入土为安，也不活了。不过毕竟是一生一次的盛大烟火，比利还是决定找一个人陪自己上路。很显然，这个旅伴就是理查兹，对方正好也想找机会嘲讽嘲讽他。他让比利承认自己一事无成。此时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比利表示，这倒也没说错，不过我起码还能干一件事。说完，抱着理查德的脑袋，启动了自己的能力，巨大的人体烟花在大厦绽放。漫威最废柴的英雄自爆人比利就这么结束了让人无语的一生。而比利的前队友可以随意操控现实的米兰达，在见证了比利这个决定后，也发动了能力，将这个世界重塑为了 X 战警漫画创作中的一个废案。其实如果比利的能力是控制自己爆炸的话，他完全可以考虑尝试一下只让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爆炸，比如弹出来的鼻屎或者吐出来的痰之类的，就像海贼王里的那位活体炸弹人，这样起码他的能力不至于一点用没有。不过很显然，这个角色从一开始就是笼罩在编剧浓浓恶意之下诞生的。无论是超级废物的能力，还是超级倒霉的运气，比利这个漫威最废柴英雄的头衔，那绝对是天生丽质，实至名归。对此，除了一句节哀顺变之外，我也想不出到底该如何评价了。比利这座高峰显然是非常难以逾越了。但除了他之外，漫威还有不少在各方面实现了天生我材必无用的英雄，比如同样被官方钦定过非主流的超级英雄团体大胡复仇者，这群人的整蛊程度不亚于死侍在电影里张罗的那个专业团队。这个组织的创始人是不朽先生克雷格·霍蒂斯，他的能力非常简单，就是不会死，并非金刚狼和死侍那种超速再生，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永生。关于这点，漫威还给出了一个逼格看起来奇高无比的解释。他们的说法是，不朽先生是已知唯一的至高人类，他的进化程度远超人类，以及更加优越的变种人，因此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不朽。这个能力的正面效果是对衰老免疫，并且死亡后可以迅速复活。它已经被证明可以从枪杀、刺伤、溺水、粉碎、爆炸、中毒、斩首、辐射和焚烧等致死方式中复活。宇宙实体死亡使徒表示，不朽先生可以永远存活到宇宙终结。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屌炸天的超能力，但其实光鲜的外表之后，处处都是暗坑。首先，这个能力虽然保复活，但不保治疗。不朽先生在受到致命伤后会复活，并且伤口也会愈合，但如果受伤不致命，那这些伤口就只能以正常人的速度恢复。而且更坑爹的是，无论哪种情况，他的能力都不会屏蔽。因此产生的痛苦，再加上这一能力本身并不会增强不朽先生的各项体能，所以与其说他是个永远不死的超人，不如说是个玩不坏的沙袋。典型例子就是有一次他试图去阻止一起银行抢劫案，结果被劫匪一枪放倒，歹徒们趁他复活就丢了。这其实和比利的自爆能力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换个方式折腾自己罢了。而且一般横竖死不了的人，精神上总会或多或少有点问题。典型例子就比如碎嘴的死侍，而不朽先生也一样，由于死亡和复活带来的痛苦，他的精神也异常不稳定。
而这样的不朽先生张罗起来的大湖复仇者，自然也是非常专业的业余团队。实际上，他们就连复仇者的名号都是未经授权就拿来使用的。结果后来就因此被告上了法庭。考虑到成员基本都是变种人，他们后来便改名叫大湖 X 战警。至于这支业余团队的业余成员，首先是寨版神奇先生，物理意义上货真价实的二次元平面人。叫他二次元，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日本动画狂热宅男，而是他的超能力，就是字面意义上可以把自己变成2D 的纸片人。除此之外，也可以像神奇先生一样随意拉伸延展，但不变的永远都是软塌塌的披萨饼皮一般的质感。要说这能力，最多也只是低配版的神奇先生。要知道，神奇先生最强的地方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的超高智商。而就平面人这种胎教肄业水平的脑子，基本是和大部分需要用到智力的场合告别了。除此以外，团队里还有可以在任何地方开传送门，支持单人传送以及组队传送的门侠。只不过他本人同样没有什么战斗力，仅只有能力非常方便，帮队友们省了不少的交通费。而真正一手挑起团队大梁的，则是大贝莎、阿什利和劳夫。作为一个变种人，他的能力是控制体内的脂肪分布，因此他既可以借此拥有完美的身材，这让他成了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超模。由于大湖复仇者的成员竟是些奇葩穷鬼，因此大贝莎的超能力也成了整个团队的经济来源。同样，他也可以给自己增脂，变成一个超级大肉团。大贝莎能够在他身体原有的框架下增加数百磅，包括增加他的质量、身高和腰围等。随着体积的增大，大贝莎的身体肌肉和骨骼力量都相应增加，他最多可以举起50吨的重物。他强大的力量延伸到腿部，使他可以跳跃超远和超高的距离和高度。庞大的体型还让他可以挡下卡车，用脂肪弹开子弹。只不过因为能量守恒的原则，当他想要转换体型时，需要找个没什么人的隐蔽小厕所，依靠呕吐排出体内的脂肪。至于他变大时的脂肪到底从何而来，可能来自哆啦 A 梦的4次元口袋吧。总之，比起其他几个队友来说，大贝莎的能力虽然牺牲了颜值，但最起码算是相当有用。只不过这帮业余团队虽然一度得到了复仇者的永久和官方候补授权，但最终在一顿折腾之后，死侍还是前来通知他们，他们对复仇者这个名字的法律主张在法庭上根本站不住脚，所以他们就又被解雇了。你觉得漫威最废柴的超能力到底属于谁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漫威的小伙伴点点关注。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